今天带大家看一部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沉默的猎物》，人间的恶魔真的存在了。话说大乔发自内心的拥抱老卡，这时上午那个男人又来了，老卡就回屋拿枪去了。男人自称阿杰，他的车子在附近的公路坏，他走了很远才找到这里，他就是想借用一下电话而已。大乔渐渐有点相信了。I've been walking for hours. This is the only house for miles.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on my property? 那么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大乔和阿杰最后的命如何？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本片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要从10多天前讲起。那日劳务中介玛丽带着从白俄罗斯非法移民美国的大乔和他的女儿小丽，前往一处住在偏僻农村的老卡处应聘住家保姆。车子开了很久才到了老卡的家门口，这里看上去太偏僻了，几乎就看不见第二户人家。可是大乔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再找不到工作，他就要带着孩子流落街头。他心里面祈求老卡能够收留他。玛丽敲了很久的门，老卡才开门出来。他对于玛丽的到来感到惊喜，其实他很需要一名住家保姆。老卡关门的时候特意往周边看了看，那个鬼样子让我感觉到老卡这里简直像是个魔窟。随后老卡对小朋友很好，拿出来很多的零食给小丽吃。然后老卡表示自己需要一个住家的保姆，但是不想保姆带着孩子住进来。玛丽就直截了当的告诉老卡，现在他公司已经找不出人了，其他公司也调不出人手，希望老卡能够破一次例，而且肯定告诉老卡未来一段时间也找不出人了。大乔就赶紧把小丽有多乖说了一遍，老卡就沉默了。接着又问，如果大乔国内的家人突然让他回国怎么办？玛丽声明大乔不会回去的，因为大乔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才从白俄罗斯逃出来的，他永远无法回国。老卡思考几秒钟后，终于下决心聘请大乔来做保姆，允许他携带小丽一起住进来。大乔终于安定下来，他非常的感谢所有人。随后大乔就开始了住家保姆工作。你还别说，老卡对人还是不错的，非常大方，对小丽也特别好。但是有个禁地不能去，那就是地下室。平常老卡把那个门锁得死死的，不过地下室偶尔传出某种恐怖的声音，让大乔感到汗毛都要竖起来。另外老卡还带大乔来到一间大谷仓外，告诉他冬天他会打猎很多的鹿，这是他晒鹿肉的地方，这不是大乔的工作范围之内的，让大乔远离此处。大乔从此记住了，他从未踏入过。每到一个特定的时间，老卡就到地下室，听着老唱片，系好围裙，手里拿着一把刀，而大乔就跟小丽在外面的客厅玩耍。这个日子对于大乔来说真是太惬意了。接着老卡戴上手套就开始干活了，也不知道老卡在处理什么肉类。不久老卡走上来，丢给正在切姜的大乔2块大肉片，告诉大乔这是鹿肉，让他做午餐。大乔有些愕然，他觉得老卡的行为太过于怪异。一日早上，大乔正在劈柴，这可把老卡逗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女人这样做。他开车出去一会，不久一个陌生的男人冲着大乔跑过来，吓得大乔赶紧把小丽带回家，锁好房门，任凭那个男人怎么叫喊，大乔就是不开门。过了一会，男人走开了。到了下午，老卡回来带着小丽一起做游戏玩，这让大乔非常的感动，不自觉的拥抱老卡。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大乔在一旁赶紧帮着阿杰解释，而阿杰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他表明自己就是来接电话的，他来自哥伦比亚，打算去洛杉矶开餐馆的。老卡沉思了10几秒后放下枪，对阿杰表示歉意，因为附近几英里以内都没有人，所以他必须警惕。随后把阿杰邀请到家里，由大乔处理一下伤口。大乔告诉阿杰，老卡是个很善良的人，让阿杰放心。老卡为人很热心，主动帮阿杰叫一个修车师傅，明天过来修好阿杰的车，弥补阿杰眼睛的损失。与此同时还邀请阿杰多住一天，就当是对误会的补偿。阿杰表示感谢，他想今晚就走。老卡就笑着告诉阿杰，晚上林子里有熊啊、狼啊，还有流浪者，如果不怕的话，那就离开这里吧。他没有意见的。阿杰觉得老卡讲的应该是真的，就立即接受了老卡的建议。老卡就提前睡觉了，留下阿杰帮大乔洗碗。两人互相更深入的了解对方。阿杰喜欢喝酒，就顺手从橱柜拿出了一瓶酒。大乔觉得应该先要问一下老卡能不能喝这个酒才行。阿杰表示这个无所谓吧。大乔想想也是，两人就边喝边聊起来。就在这时，大乔看见门外有个鹿角转来转去，他赶紧让阿杰看看，可惜鹿角消失了。他回到房间，透过玻璃窗看见一个头顶鹿角手里拿着板斧的人，瞬间又消失了。大乔开始觉得这个地方十分的诡异，然后惶恐不安的睡去。
隔日早上，老卡告诉两人，今晚他会邀请周边的邻居来家里搞聚会，这些邻居也非常想见到他们。另外，老卡告诉阿杰，他的车已经开始修理，在2天之内才能修好，这就意味着阿仔要在这里多待1天。另外，老卡提醒两人，在喝他的酒之前，要先征得他的同意。这下搞得两人有些不好意思。随后，老卡叫大乔跟他上楼一趟，他有东西要给他。大乔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是又不好拒绝。原来老卡到衣柜里找一件衣服给大乔，然而大乔看见桌子上有本书就很好奇，刚翻开看就被老卡大声喝止，大乔就赶紧道歉。老卡立即把书拿在怀里，表示这是家族的传统，未经他的允许，外人是不能看的。接着就对大乔严加指责，看样子他早已生气了，主要就是未经他的同意就乱用家里的东西，比如昨晚喝他的酒等，毕竟大乔只是个过客而已。大乔不停的道歉。老卡随后把一件红色的晚礼服给大乔，希望大乔今晚能穿这件衣服。这下大乔有些受宠若惊了。不久，大乔开始洗漱一遍，精心的打扮自己。不弄是不行啊，要不老卡会生气。到了晚上，大乔抱着小丽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老卡就介绍大乔来自白俄罗斯。其中一个男人就对大乔表示，俄罗斯对大乔的国家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大乔没有明白，男人就说当然指的是这场战争。大乔这次明白，男人肯定搞错了，然后解释自己来自白俄罗斯而不是来自乌克兰。男人这才觉得自己很傻，他把白俄罗斯当成乌克兰的一部分。随后几个人一笑了之，随后晚宴正式开始。老卡指着桌上的一盘火腿，告诉大家这是为大家特意准备的高级食材，让大家尽情享用。然后老卡举杯庆祝丰收。阿杰在一旁听得很怪，这个季节可是冬季啊。大乔就悄悄告诉阿杰，可能他在说感恩节的意思吧。老卡喝了一口酒，就把阿杰带到谷仓去见修车的师傅。阿杰一听当然泪压。阿杰一见谷仓的门，顿时吓了一跳，随即就被老卡打晕。过了很久，大乔发现阿杰一直没有回来，就有些担心，于是就走到院子里呼喊阿杰。他又看见鹿头人了，一晃眼他又消失了。老卡听见动静就来告诉大乔，阿杰已经走了，因为车子提前修好了，让大乔不要过于相信这些哥伦比亚人。随后老卡就递给大乔一杯茶喝，于是大乔就喝了几口。很快大乔就开始天旋地转，然后倒在老卡的怀里。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放在餐桌上，一些带着鹿角的人围着他念念有词。等大乔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只是头有点晕而已。小丽也在身边，然后倒头睡去。第二天大乔起来照常做家务，他看见地板上有一滴红色的液体，于是用手仔细揣摩了一下。大乔觉得那是血液，他就盯着旁边的地下室的门看，心里面开始有不好的预感。随后大乔就把晚礼服归还老卡。他在衣柜的里看见一个木箱，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大乔竟然把它打开看了看，里面有一些老照片，这可把大乔吓尿了。那些场景极为的恐怖。这时他听见楼下有动静传来，他以为老卡回来了，就赶紧放回原处，然后下楼了。可是那个声音竟然是从地下传来的，而且他觉得好像是阿姐的声音。这时老卡拿着刀从里出来，接着把门锁死，吩咐大乔不要靠近地下室，搞得大乔也是一脸的懵逼。半夜大乔觉得那个地下室太过于神秘，就悄悄走到地下室门口，那个老卡就在客厅坐着，问大乔想干什么。大乔就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老卡就提醒大乔在黑暗中不要乱来，大乔赶紧就道歉，然后跑回房睡觉了。隔日老卡开车去外面办事，大乔又听见从地下室传来声音，大乔就走到门旁喊了阿姐的名字，没想到还有人回应，这下确定是阿姐无疑。于是大乔找来大斧子，几下就把门劈开了，大乔走了下去。果真阿姐被蒙着头绑在椅子上，大乔把麻布袋拉开，阿姐已经双目失明，本来嘴巴也是被堵住的，在阿姐使劲挣脱之下，才发出了声音让大乔听见。大乔就把阿杰救了出来，然后三人就跌跌撞撞走到在树林，很快又被老卡抓了回来。大乔不停地哀求老卡，他发誓不把这里的情况讲出去，可是已经晚了，老卡不再信任大乔。到了晚上，老卡也把那些邻居找来聚餐。首先老卡就把麋鹿对他们的重要性说了一遍，然后举杯庆祝这个收获的季节，这是他们的餐桌礼仪。最后老卡就把桌子上那个最大盘子的罩子拿开，那个是今晚最大的招牌菜。众人看见后异常的兴奋，然而大乔看见后吓得差点要晕倒。此处省了30字，他真没想到，他一直就在魔窟里却不自知。接着老卡把大乔带到地下室，以免他影响那些人就餐。一路上大乔就谴责老卡，让阿杰去领了盒饭，
那些人简直都是恶魔。老卡才不管那么多，就把大乔嘴巴封死，四肢绑紧，然后就走了。随后小丽走过来，把大乔嘴巴上胶带拿了下来。大乔这就让小丽在桌子上找到剪刀，把那些胶带纸全部剪掉。这下大乔自由了，他发现这里什么工具都有，于是挑了一把匕首。然后小丽找到一把枪，白罗斯人也属于战斗民族。大乔身上的血液开始沸腾，到了地面3下5除2，就把那些人世间的恶魔统统干掉。最后的躲进了谷仓，他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此处省略30字。随后老卡闯了进来，两人开始一番厮打。大乔打中了老卡一枪，但是枪里的子弹打完了。随后两人又跑回屋子里打了一番，最后大乔成功的让老卡领了盒饭。母女两人逃过这一劫，影片到此结束。我认为本片拍摄还行吧，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片尾有段字幕让我看得触目惊心，意思每年在美国大概有17.7万的非法移民失去了踪迹，这里面多少人已经死去也无从知晓，这里没有问责也没有答案，这个就让我大吃一惊啊！哇塞，这可是美国人自己的爆料啊！看样子美国并不是天堂。本片主要是讲的非法移民的境遇，当然电影用了恐怖片的表现方式，比较的写实，感觉导演是在告诉大家美国也是有恶魔存在的，那里不是天堂。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